来看看镜子，来，好看吧？不好看。额娘，我不要穿绿的，我要穿红的。额娘，红的是妹妹穿的，我喜欢绿的。五公主虽然比12阿哥小1岁，但两人个头看起来也差不多，换着也能穿。2个鬼精灵才多大就知道自己挑衣裳穿啦？嬷嬷就给他们俩各自换上喜欢的颜色吧。多谢额娘。来试试试一下，试一下。现在喜欢了吧？喜欢。这个也合适。给我。这日子过得真快，这一转眼，五公主都3岁了吧？12阿哥也快4岁了。是啊，这个岁数的孩子最调皮了。还是你好，孩子还在肚子里边清些。我这都快6个月了。皇后娘娘，您瞧我这肚子，是不是越发滚圆了？是圆，看着像是怀了个公主。若真是公主，皇上会不会只喜欢公主，不喜欢臣妾了呀？你担心什么？臣妾担心生孩子的时候会疼，担心这孩子生不下来，臣妾害怕这孩子不全心全意的。你别想这些乱七八糟的，你一定会好好的生下来的。慢点，儿子。谢皇后娘娘吉言，臣妾一定好好的把这个孩子生下来。等他们长大了，叫臣妾额娘，叫皇后娘娘皇额娘，还可以跟五公主和12阿哥一起玩。是啊，瞧你们能乐到什么时候？走，儿子，慢点。给我。来。梅若，是富贵儿。富贵儿怎么跑出来了？走开！快，皇上！是，提点水啊！景思被抱回来的时候，气息已经很弱了。把这个送过去。这次是那条狗扑晓得的。别怕，这个端过去。景思福大命大，会没事的。哎，好。皇上，皇后娘娘，那条夏昭公主的疯狗是嘉贵妃娘娘养的，叫富贵儿。那条狗呢？在御花园的假山旁发现了她的尸体，折颈而死。此刻，嘉贵妃娘娘就跪在殿外，要向皇上陈情。她还敢来？娘娘，皇上，贱妇！皇上息怒。皇上，臣妾冤枉，臣妾一心照顾永璇，臣妾也不知道富贵为什么跑出去咬了五公主，臣妾无辜啊，皇上。无辜？里头的景思不无辜吗？景思年纪那么小，被你养的畜生给吓坏了。你养的是什么畜生啊？你养的什么心呐？皇上明察呀，臣妾养狗只为自保，并无害人之心的。皇上，臣妾倒要问问皇后娘娘，她安了什么心？你还敢污蔑皇后！皇上，人人都说富贵儿最得嘉贵妃欢喜，最听嘉贵妃的话了。皇上细想想，臣妾若是想害皇后娘娘的孩子，臣妾为什么不害5阿哥？为什么不去害12阿哥，而偏偏只去害一个公主呢？皇上，五公主天生有心症，经不住吓，从前就被启相宫的犬吠之声惊吓过。嘉贵妃不会不知道。皇上，臣妾曾经见过富贵儿，是有些凶狠，但不至于伤人呢。听说，富贵儿是直接扑向五公主的，
可是五公主并未招惹他。臣妾左思右想，会不会和五公主穿的那件红色衣裳有关？臣妾方才闻过那衣服，似有一股香味儿，似乎是嘉贵妃平时所用的浴室杜鹃花水的味道。皇上，似乎是的。嘉贵妃喜用这种花水，我们都是熟悉的。那便是了。牲畜最易受香味的刺激，怕就是为这个缘故才伤了公主。你们胡说！皇上，臣妾记得这件衣衫好像是庆嫔送的。皇上，皇上，臣妾并未想过谋害五公主啊，皇上。对了，做衣衫的料子是嘉贵妃赏的，所以这衣衫上沾上的花水气味也和臣妾无关呀。皇上，臣妾是送了庆嫔料子，可臣妾怎么知道她衣服是做给谁的？更不知道为什么会沾染上臣妾的气味。你虽不知衣料之事，但这狗是你的，逃不了干系。你们能住嘴！无论如何，景嗣是因为你养的狗才会这般，把它带回启夏宫，不许任何人探视，不许跟任何阿哥见面，带走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臣妾冤枉了皇上！朕不愿再见到你！五公主，五公主！皇上，微臣无能，五公主红了。皇上，银嫔娘娘受惊滑胎，孩子没保住，是个小公主。你去看看银嫔，别让她伤心太过了。是。奴婢给玉妃娘娘请安。我陪皇上说说话。是。臣妾请皇上安。皇后怎么样？姐姐哭晕过去了，一直没有醒来。臣妾看着着实心疼。皇上，这件事情是嘉贵妃做的孽，是她害了2位公主，这次绝不能轻饶。皇上断不能再顾着御史给嘉贵妃颜面了。朕不会留情的，朕会剥取嘉贵妃贵妃的遗志，按答应处分。她身边贴身伺候的奴婢，一个都不留，全部赶走，不许再伺候。朕还要看她日日受鞭刑。皇上，这件事情，庆嫔也脱不了干系。
清平家为贵人，让他在安华殿里抄录经文，非诏不得出。我是被冤枉的，不关我们母子的事啊！放我出去！娘娘，喝点参汤吧。娘娘，您待在这儿几天几夜，不吃不喝，这样熬下去，身体会垮掉的。喝点吧。姐姐，你还有永基呢。就算为了永基，你也该喝一点啊。为什么是景嗣呢？他才3岁。若是有什么该冲着我来，为什么是我的孩子呢？金玉妍心思歹毒，若没本事，动不得姐姐，所以才使出这种下作手段对五公主下手。她这般发疯，姐姐怎么能想到，怎么防得住呢？他为了他自己的儿子发疯，难道就要赔上娘娘，赔上娘娘的孩子吗？8个坠马，4个失宠，金玉妍都觉得和永琪脱不了干系。他若真心生怨恨，他也该冲着我来。看来嘉贵妃是恨定了我们娘家。只是五公主太无辜了。